生物。古生物是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但是现在不存在了。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古生物，我们以前来确定这个你的岩石是什么时间的，最主要的依据也是古生物里面的生物，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恐龙，恐龙只在这几个时代出现啊。你看这个三叠侏罗，来过没有了这个恐龙可能是当时就整个地球演化过程中是最具有统治力的一种动物了我们看这个有的恐龙的骨骼能达到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么厉害的动物，但是在白垩纪末突然一夜之间全部就消失掉了当然这个什么原因，这个科学上也有很多的争论有的讲是因为这个小行星的撞击这个墨西哥湾那儿有一个很大的坑当时一颗撞过来之后呢，引发了它是个外伤，但是引发了内伤就整个地球上就开始连锁的发生这个火山喷发。火山喷发之后呢，导致这个阳光被挡住了，被火山灰全部挡住了，所以地球上进入了漫长的一个冰封期这个慢慢的这些动物就死掉了这是这个真正的人类出现，实际上也就是如果是一天24小时的话，可能也就快天亮的时候，那一眨眼的功夫人类尽管我们现在文明很发达，但实际上呢，在整个地球演化的这个过程中，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小的点这是这个时间的概念。另外，我们还要了解这个地球的成分就我们刚才讲了，地球上有3种岩石组成三块石头有这个岩浆岩是吧？有这个沉积岩，有这个变质岩。然后呢，我们这个化学这个元素周期表都是天然，就是我们以前大部分这个元素呢都是这个天然形成的，都是在我们地球上能够发现的这个当然后来这个科技在发达慢慢的制造出了一些人工的一些元素然后呢，这些岩石呢，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叫里三层外三层这个地球是里三层呢，就是这个地核、地幔地壳，就跟我们这个鸡蛋一样鸡蛋壳就是地壳，鸡蛋白就是地幔，然后鸡蛋黄呢就是这个地核，这个厚度也差不多。就是尽管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面是硬的但实际上这个地球的密度它还是就是这个鸡蛋没煮熟之前的那个状态还是，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我们中国比较好，就没有大的火山活动是吧？你像有一些在这个大洋的这些国家新西兰，它经常会突然的有这个火山活动造成一些灾难。然后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外三层，外三层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个里三层我们叫内动力闭的作用，外三层的活动呢就是外动力闭的作用。当然，刚才讲这个地壳之下，我们脚底下它是一个熔融的一个状态这个液态。这些液态呢，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运动的，这个运动呢，一方面维持了我们现在的平衡，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的话，它这个变化幅度是非常大的这个为什么是现在是比较适合生存的但是在地球最开始形成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这个地球是怎么形成的呢？最早就是这个宇宙大爆炸是吧？这个一些物质来碰撞，然后我们掉出来了，掉出来之后呢，形成的实际上是一个混沌状态的一个多晶体。那时候没有分层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演化，这是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个理论你看，
最开始我们造出来之后呢，它是一个混沌状态，是一个均匀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元素呢，它是有不同的元素，有不同的性质。从小来讲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哲学智慧是非常强的就是轻的它会上升，重的会下降，是吧？就像我们烧水一样，这个水蒸气是跑掉了，留下来的是液态。这个地球最开始呢是一个均匀的混沌状态，然后呢，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些轻的元素慢慢就会上升，就演化出来了我们讲的这个外盘体。这些重的元素呢就慢慢下沉，然后出现了这个底盘这就是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混沌状态慢慢演化，这个演化出